这是福特号，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强大的航空母舰。等一下，为什么它的舰桥上要求悬挂乌克兰国旗？难道是为了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那这个上面怎么又挂上了波兰国旗？其实这些五花八门的旗帜虽然看上去和国旗很像，但它们并不是国旗，而是海军信号旗。它们在人类航海中的重要性可能要比你想象的大得多。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海军信号旗的历史，相信下次再看见海军信号旗的时候，各位也能成为半个专家。人类海上通信的技术和人类在海战中所使用的战术是不无关系的。从公元480年，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波斯舰队，到1571年的勒班陀战役，神圣同盟打退奥斯曼舰队的进攻。这之间的2000多年里，人类海军的主要战术一直是用主力舰坚固的撞角撞击敌方船只，再让训练有素的水手冲上敌人的甲板。我们将这一战术称之为接舷战。很显然，把船当成一个大号鱼雷撞上去是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战术协调的。一般来说，舰队司令会在战前把船长们都叫过来商量一个大概的战术，但一旦真打起来了，海面上乱成一团，各舰还是各自为战，靠眼神交流。但到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情况就变得有点微妙了。时间进入17世纪，随着火炮的逐渐发展，战列线战术取代了接舷战。这个时候的海战从自由搏击变成了在远距离上互相丢炮弹。这个时候舰队规模越大，那么舰队的火力就越强，就更容易压倒对方。虽然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废话，但它却是有严谨的数学证明的。根据兰彻斯特平方律，双方火力相等的情况下，那么战斗开始时兵力较多的一方获胜。为了在海上战斗中赢过对手，取得重要的制海权，舰队规模自然是越来越大，这就带来了通信和协调指挥的困难。1653年，英国海军将领乔治·蒙克在第一次英荷战争中指挥英国海军击败了荷兰舰队。这场战争标志着荷兰海上霸权的终结。在这场战争中，蒙克引入了许多先进的技术和战术理念，尤其是信号旗和战线的概念，更是影响了未来几个世纪的海军战术。随后的100多年里，作为海军战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都相继发展出了自己的信号旗，逐渐形成了一套非常复杂的系统。尤其是到了18世纪末的时候，更是到了群魔乱舞的地步。即使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的海军上将下辖的舰队，其信号旗体系都可能存在不同。一般来说，他们由海军上将自行编制，以信号书的形式内部发行。现如今，许多博物馆和拍卖行里还能看到这些各式各样的信号书。这一时期比较典型的是英国海军上将理查德·荷奥的信号书。荷奥这个人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这可能是因为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反派。当年华盛顿带着殖民地民兵闹革命的时候，受英王之命赶来镇压的就是这个理查德·荷奥。而这本信号书也刚好发布于1776年独立宣言签署的那一年。这套信号旗系统包括了21种不同的旗帜，12个不同的挂点，每面旗帜都用1页来描述其用途，列出了这个旗帜可能具有的几种含义。虽然在排满的情况下，21面旗帜足足有7300万亿种不同的组合，但荷奥设计的这套信号旗系统复杂且不易辨认不说，也就表示了110个固定指令无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交流。1799年，英国海军将领霍姆·波普汉姆编写了《电报信号或海事词汇》一书，推出了波普汉姆旗语系统，这算是现代国际信号旗的老祖宗了。我手边恰好有1803年版的这本书，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在这本书的简介中，波普汉姆谈到，他发明这个信号系统的最初目的是为了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和赫尔辛格两地的船上传递海军消息。
当时的英国海军军官们希望在2艘船之间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通信，而现在的信号系统比较简陋，无法完成复杂的词汇和句子的表达。而波普汉姆的这个信号系统可以说几乎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的运行方式是这样的：首先，相对于复杂的核奥信号系统以及同时期的其他信号旗系统，波普汉姆信号系统在设计上比较简洁。它一共有15面不同的旗帜，其中的10面是数字0到9，而剩下的则是用于信息协商的。编制结构有点类似于现代计算机的编码方式，至于挂在哪里，并没有特定的要求，不会出现某几根桅杆被击中损坏就成了哑巴的情况。在用波普汉姆信号旗传递任何消息之前，必须升起一面斜向分割的红白旗，这面旗叫做电报旗，表示现在船上升起的是波普汉姆代码；而在通信的最后，要升起一面斜向分割的蓝黄旗，表示消息结束。这个工作原理和现代通信中的 SOF 与 EOF 标志很像。波普汉姆信号旗系统用数字编码了约3000个单词和短句，其中的英文单词 A 到 Z 就用数字旗1到25表示，不区分大小写。字母 A 就是升起旗帜1，字母 B 就是升起旗帜2，以此类推。当然，这个时候肯定有人问，26个英文字母怎么只用25个数字表示呢？其实这里还有一个语言上的流变问题，早期的字母 I 和字母 J 其实是同一个字母，后来才逐渐分化出来的，这里又把它压缩回去了。在它的字母表中还有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字母 V 的编号是20，而 U 是21，和现代英文字母表中的顺序刚好颠倒过来，而这也是语言流变的缘故。早期的 UVW 其实都是从 V 演变过来的。波普汉姆的这本电报信号或海事词汇其实也是一本词典，或者说叫做密码书。4面数字旗帜可以表示2000多个单词，许多航海常用的短句也被收录其中，这样就不用一个单词一个单词的拼了，更加省时省力。举例来说，2290是舰队，同时也有你是否发现舰队的含义。2291则是已发现舰队，2294是未发现舰队。波普汉姆的这套信号系统最光辉的时刻，毫无疑问的是特拉法加海战。1805年10月21号，英国皇家海军最伟大的舰队指挥官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海角与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展开了决战。战斗开始之前，纳尔逊使用了波普汉姆的信号旗系统，在他的旗舰胜利号的桅杆上挂上了那条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旗语：英格兰期盼人人都恪尽其责，并以此来鼓舞数量相对较少的皇家海军。根据船上的记录，这条消息变成波普汉姆信号旗后是这样的：在这条消息的最前和最后，其实还需要2个我们提到过的斜角旗，表示信息的开始和结束。中间的前8组旗每一组都表示一个单词，而最后4组则是英语中责任的拼写。我们前面也说到，波普汉姆的信号旗手册并没有收录所有的英文单词，许多航海不常用的词汇都没有收录，而责任这个单词不在那2000多个之中。实际上，纳尔逊一开始想要发送的并不是英格兰期盼人人都恪尽其责，而是英格兰坚信人人都恪尽其责。但正如大家所料，信任这个单词同样不在波普汉姆的信号旗手册之中。信号官约翰·帕斯科中尉向纳尔逊建议用期盼代替相信，这才有了这条闻名遐迩的旗语。从帕斯科中尉下达命令到这句话响彻整个英国舰队，只用了4分钟的时间。在那个电报才刚刚开始萌芽的时代，这样的效率算是相当之高了。而在战斗打响之后，胜利号又挂出了纳尔逊标志性的旗语，更近距离的与敌人交战。这个句子只用了4组12面旗就完成了信息的传递。当然了，这句话虽然听上去挺文雅，但本质上的意思大概就是冲上去揍他们。这条旗语在整个战斗中一直飘扬在胜利号的桅杆上，直到它被炮火击落。虽然纳尔逊在这场战斗中不幸被子弹击中阵亡，但他对波普汉姆信号旗的成功运用，克服了海上因通信不便而引起的指挥困难，在作战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此后不久，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也纷纷效仿波普汉姆信号旗系统，各自制定了易于识别的同类手册。
这个时候，军舰上虽然有了信号旗，但商船上还是没有的。直到1817年，英国海军上校弗里德里克·马里亚特编出了一套商船信号规则，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各国航运公司和海事系统的广泛欢迎。马里亚特的商船信号规则和当时皇家海军的信号旗系统类似，但他把标志旗的思想发扬光大。12面方旗中，10面表示的是0到9的数字，还有2面标志旗，一面表示汇合，和数字旗组合在一起，可以用来表示自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例如，这一组信号旗就表示我从伦敦港起锚，而这一组表示的是正在前往纽约港。请注意汇合旗的位置。另一面方形标志旗叫做电报旗，表示下面的数字旗发送的不是数字，而是一条电报消息。这一点和前面的波普汉姆代码是类似的。马里亚特信号系统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可以利用悬挂信号旗来识别船只、港口的名字。例如，这组信号旗代表的就是英国皇家海军战列舰巨象号。虽然在一开始这种识别方式确实很方便，但唯一的问题是船是会不断更新的。在几十年间，马里亚特的信号书变得越来越厚，传播的也越来越广。最终到了1855年，英国海外贸易局基于马里亚特的信号旗系统起草了国际信号旗的草案，随后将其作为一种海上通信手段，于1857年作为商法典的一部分对外公布，可以表达7万条单词和短语。但是为了避免拼出脏话和简洁起见，只有18面不同的字母信号旗，取消掉了所有的元音和不常见的字母，例如 Y、Z 等。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在各国的合作下，这套信号系统又经过了数次修订。在1903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版本中，旗帜的数量从18面字母旗加一个代码旗增加到了26面字母旗加一个代码旗。1905年5月27号下午1点40分，在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的对马海峡上，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与沙俄海军狭路相逢。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站在三利号的舰桥上，下令升起 Z 字旗。在日本海军的密码本中，单独升起 Z 字旗，代表皇国兴废，在此一战。日本舰队迅速占据了 T 字有利的位置，用舷侧的主炮对沙俄舰队猛烈轰击。第二天凌晨5点，海军少将涅鲍加托夫挂起了 XGE 信号旗，表示投降。但是这个时候，日本海军的信号旗密码本中没有投降这个单词，仍然继续对俄军舰队开火。东乡平八郎的副官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一本国际信号指南，并向东乡报告说，战舰停止引擎是投降信号的必要条件。于是东乡平八郎又下令在三利号上升起回应信号，停止。随后，涅鲍加托夫下令向下标志着沙俄海军的圣安德烈十字旗升起日本国旗，所有引擎停止。东乡平八郎这才下令停止射击，接受了沙俄舰队的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套国际信号规则被交战双方广泛使用。战后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无线电报会议对该规则进行了修订，于1934年1月1号起正式在全球实行。新增了13面旗帜，其中代表字母 C、D、E、F、G 的三角旗被新的方形旗帜取代，原来的这5面三角旗变成了数字1、2、3、4、5，最后引入了5面新旗帜，又代表数字6、7、8、9和0，又增加了3面新的替代旗帜，用于解决数字和字母的重复问题。这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国际信号规则的标准图表。1965年，政府间海事协商组织，也就是现在国际海事组织的前身，对国际信号旗进行了第4次修订，并收录了先进的无线电通信信号。这套国际信号旗系统于1969年1月1号正式生效。经历100多年的总结和完善，这套信号旗系统最终演变成为了我们现在见到的国际信号旗，并且目前仍在继续使用。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这套系统。首先，当单独使用时，每一面旗帜都能表示一个最常见、最紧急的特殊含义。例如，单独升起 D 字旗时，表示我操作困难，请避开我；单独升起自 K 字旗时，表示我希望与你通信。
，L 字旗表示你应立即停传，C 表示肯定，N 表示否定等等。这些信号旗也可以组合起来使用，表达本舰的意图，一般由2到4面信号旗组成。例如，信号旗组合 AE 表示我必须放弃我的船，也就是弃船。AE1 表示我想放弃船舶，但没有救生设备。JK 则表示船在高潮时搁浅等等。接下来我们看几个常见的船旗组合。首先是美国军舰，一般都会被分配一个 N 开头，4个字母组成的呼号经常会用信号旗组合悬挂在舰桥上。例如这张图，桅杆上悬挂的 NIBK 就是北卡罗来纳号战列舰的呼号，北卡的油箱上也喷涂了这一串信号旗。还有一种常见的信号旗就是回答旗在上，字母 H 在下的组合。军舰悬挂回答旗的意思是本舰希望与民船通信， H 则表示本舰上有引水员，可以执行导航任务。一般在一些拥挤的水道，例如海峡的港口附近，可以看到军舰悬挂这样的旗帜，表示愿意承担引航任务。另外，在特定的节日和活动中，军舰也会用信号旗装饰自己，这个叫做全舰式，也叫做满舰式或者挂满旗，这是海军军礼的一种，用来表达致敬的意思。我们常常能在各国海军节或者国庆纪念日的时候看到这样的军舰。这个时候的信号旗一般来说是没有特殊含义的，除非是船上的水手想用信号旗在里面藏上密码。虽说现如今各种无线电通信技术非常发达，但作为世界各国在远洋航行上通力合作的见证，国际信号旗系统有着它独特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它没有国籍限制，也没有民族差别，更没有语言障碍。虽然它早已不再是现代船舶通信的主要工具，但可以肯定，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它仍将继续飘扬在全世界的船舶和港口的上空。